别人看到我的时候，最喜欢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这么矮？为什么你的头这么大？我是邱家恒，今年32岁，身高是1.32米。我会遇到小孩子跟踪我，有点莫名其妙的眼神，他们好像看到外星人。我是次恩，我今年28岁，我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症，身高1.25米。如果我伸出我的手臂，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四肢比较短。有些人会认为我们好像是像宝宝一样，什么都需要依赖人家。这位叔叔为什么这么矮？或者这矮叔叔为什么这么胖？有时候也会有人在街上瞪我，如果我不忽视，我就会瞪回他们，叫他们不要瞪我。recycling bin 有点高，可能是衣服的分量有点多，所以他们做大的箱子。我们拍照，让有关部门通知他们，箱子可以再调整一下。邱家恒是本地软骨发育不全症互助团体的创办人，会员身形矮小，所以家恒到处收集资料，争取社会更加包容他们的需要。椅子有点高，我怕会跌倒。家恒4岁学会骑脚踏车，那一年他才刚学会走路，发育方面比其他孩子慢了一大截。他可能1岁多了，我们还不知道他几时可以走路，所以他还是好像几个月大的小孩。他会数钞票，所以我们很高兴。3岁，他还不能够走，他上幼儿园，我们必须推车推他去幼儿园。从他一开始走路，他就学会骑脚踏车，我们带他去度假村。他很固执，非常固执。那么他也非常的独立。有一次我们换了一间屋子，住在21层楼。他已经上小学了，3、4年级。他每天放学他就拿一把雨伞，长长的雨伞。我们问他，他不跟我们讲。是后来我才发现，那一只雨伞是用来帮他按钮，所以他不求人。他的挑战，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克服。邱家恒的身高停止在132公分，他罹患侏儒症当中最常见的一类软骨发育不全症，骨骼异常导致四肢短小、前额宽大，有些病人的听觉可能受影响。这种疾病每22000人就有1例。我的脚是放开的，我的手部的算是这样的。上幼稚园的时候，每次去物理治疗的时候，我每次会反抗。他又不能够走，他小，他不明白，他打他的腿，他一直敲打他的腿。这个是叫你做那个平衡，一直哭了，哭。物理治疗师很关心你，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能够走路独立。患软骨发育不全症，主要症状未必人人相同，可是都有骨骼发育的障碍，必须保护腰背和关节。游泳是另一位患者李次恩最适宜的运动。我的个子比较矮，然后这对我的膝盖和我的背腰会有一点压力。如果我走太久的话，我的脚也会感到比较累，比较痛。
次恩不适合跑步和攀爬，最近却看了一部有关尼泊尔登山好手征服14座高峰的纪录片。我看了就觉得哇，很 inspire 的样子，我应该可以啊，可以去爬山的。然后我就发现，哎呀，这个真的我不可以了，不可以爬上去。对，所以就觉得比较遗憾了，因为这个如果能爬，就是很好的经历。我觉得身体来讲，我的确是残疾人士，那个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可以当我自己想成为的人。次恩大学毕业，是2017年亚太酿酒基金奖学金得主。开朗外向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长时间自我探索的结果。我从小时候就发现我与众不同，每个人都在看我。当我走到左边时，他们的头会转向左边跟着我；当我走到右边时，他们的头也会转到右边转向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我有什么缺点吗？我是不完美吗？I was still trying to find my identity. It was a very sensitive period and a darker time for me. My parents' mentality is to bring me up as normally as possible. They didn't want to hide me at home. I have these imperfections, I have these emotional wounds, but they do not judge, they do not look away or criticize, but they just accept me for who I am and love me unconditionally. 我4岁的时候才开始走路，我是怎样开始走路呢？因为我小时候就贪吃嘛，所以我的爸妈就会把那个花生贴在墙上，我就从爬行中站起来，一粒花生摘下来，一步走，就开始慢慢的走路。没说错。那些一直瞪着我看的人，第一个就是他们觉得我可能需要帮助，好像我要跌倒那样子，所以当我要跌倒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拉我。还有另一群人，他们会有很不熟的想法啦，我觉得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好像我的父母做什么错，然后这次好像他们被惩罚的样子。他们从来没有看我有侏儒症的人，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这个情况。每天都有人看着我的，都有人盯着我的，偶尔也会有人在偷拍，但是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没有影响了。我的职业是我正在一个广告媒体公司做一名媒体策略师。我现在的职业是一个自由的摄影师，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有差不多10多年了。本身是不喜欢被人家帮助的，不喜欢被看成是一个残障人士，是很痛苦的事情。高矮胖瘦、美或丑，是某些人用来判断他人的一类标准。教会是相当少有让邱家恒感到自在的地方，他觉得这里的人愿意给他机会。约10年前，刚当上摄影师的时候，他难以得到客户的信任。有很多客户，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高度是不是能够拍很好的照片？我当然是一个受害者，这些的误解就是很伤人的东西了。客户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普通的人，他们站住已经挡住我的画面。开始的时候我有点胆小，不敢出声，没有胆量跟人家讲 excuse me 还是不好意思。我会用一个 monopod 来升高我的相机。个性拘谨得部分归咎于被人霸凌过。他记得小学4年级的某一天，有同学从远处叫他。I didn't have much friends in school, so when people call me, it kind of excites me. I ran across the school hall. I did not realize there was a puddle of water in front of me. I slipped and fell. 同学恶作剧，
导致他的头撞到地面。If we hit a 福冈 the kind of feeling, your whole mind was just vibrating. 我很难过了，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性格 ？Not everybody is able to be trusted. 李次恩比嘉恒矮7公分，同样在普通学校求学。回忆任何一个求学阶段，只记得师长对他很关照，包括避免让他爬太多楼梯。OK， 我们越少越好。Hello，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新年蒙恩，哎，新年快乐！啊，你再说。陈爱杰是他以前的中学老师，记得次恩当时年幼，应付霸凌的态度却是成熟的。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学生吧，他们就会说：“哎，小矮人，小矮人！”这样子喊进我们的教室里，然后他的回应的话，我想一下，有时候会安静。我有问他：“你想老师怎么样回应？你要老师骂他们？你要老师对付他们？”他有问过我一段话，就是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我不能改变人家对我的印象，我只能控制我自己。处境卑弱，反倒利于次恩去理解社会上其他的弱小者。And I realized that I can not just receive empathy, but also give empathy to others. 我们中2的时候去了柬埔寨的一个孤儿院，新加坡来的小朋友嘛，都会比较自制，很害羞。然后那些孤儿跑向我们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站出来，而且他很矮，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就站出去，然后就开始抱这些小朋友了。我们就在那里思考，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他们的看法就是，其实呢，我有力量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给他们一个未来的盼望，这样子。次恩加入新加坡青年志愿团队，有一年地铁事故频发，他发动青少年给公共交通人员写感谢信和送小礼物，加油打气，向外寻求人生意义。他就不再禁锢于自己的一副身躯。I realized that I could define who I want to be. 我希望有一个很丰富、很丰盛的生活，然后不再自卑，不再伤心，不再自比自己。从4岁学会走路，骑脚车追上别人，到22岁进摄影这一行，邱家恒一直锻炼自己，要勇敢面对别人和坚强地应对问题。拍摄名人和大型活动，他学会争取自己的位置。这个行业就让我改变了很多。I became more open in my conversation, so this is part of the learning journey as a photographer. 一边Taman was actually a kind and warm person. Pulled the chair himself and said, "Which angle should I be sitting and which angle is the best?" 邱家恒拍名人照，在意的是照片中人物的赤诚。实际上，他最喜欢拍摄儿童。我喜欢拍小孩子，是因为他们的笑容会比较自然。家长他们发现到我能够让他们的孩子更轻松。这几年培养出来，让我勇敢地面对其他的人，勇敢地跟人家讲不好意思，我在拍照，你可以让我先在你可以让我在你前面吗？我们这样矮的人，人家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 ？This is definitely a misconception. People may have the physical disability, but their mental capability is very strong. 小时候被同学欺负，造成心理创伤。可是成年之后，这些经历再也影响不了邱家恒。这1-2年，他找到新的人生使命。Hello， 请盛哥哥。Joshua 是经历过的，比如说去年小6会考，我就特地打给 Joshua， 跟他了解遇到的问题、压力这些。I thought to myself, what can I do? 我喜欢挑战，它是让我更坚强。
新加坡管理大学是李次恩的母校，他主修政治学和企业传播。在这里，老师和同学不在意他个子矮，给他平等的待遇和机会，可以真正的做自己。I could also have my voice to be heard, and I could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s, like having closed-door dialogue sessions on how can we make the schooling system more inclusive with like Minister Indranee Rajah, and I thought that was really very powerful. 次恩目前在广告公司负责制定和执行行销策略。身体的局限已非最大障碍，他能娴熟地化解，同事就无需为他操心。Advertising environment is very friendly. People tend to be a bit more open-minded because you need that to be creative. Suan is an extremely curious young man. He runs his own ship so well. A lot of the challenges are actually quite invisible. Sometimes he doesn't maybe put his hand up for help as much as he could be. So, what would you say is the trend that teachers? As strategists, probably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is getting the right kind of data that we would need to analyze, to put forward insightful recommendations to our clients. He seems to be able to unblock bottlenecks and work quite easily through them. Marry them up and say. 如果是一个超难的项目，我也会去做，因为我对自己的自信比较多。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跟我讲，因为我是残疾人，我所做的什么事都会被 magnify 到，当成一个代表。我就想，既然人们是这样的看待我，不如用这个机会来改变他们的看法，然后也可以消除这些标签。一个力求改变他人看法，另一个用心帮助其他软骨发育不全症的患者，将来也能如常地过日子。为专心推动新成立的互助团体，邱家恒辞掉疗养院行政人员的工作，暂时依靠摄影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生活上没有什么东西是顺利的了。如果你的生活上会比较顺利，我们没有机会来进步我们自己。Welcome to my house. Yeah, introduce yourself. Hello, Jason Toto. My name is Benedict. Hey, 2022年，邱家恒成立小小战士软骨发育不全症互助会，为相同处境的患者及他们的家庭提供援助。One of the key areas was to plan activities for them. Each parent would take one activity. No water sports for him. Play well. The doctors usually recommend like no contact sports because he has a very unstable neck. 其实他们很想去跟普通人接触的，人是希望这些社会能去接受他们哦。There's this fear that he might be shortchanged simply because of his height. Joshua, they have been through this, so they can share experiences as to how they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Caregivers are sometimes helpless. We hope to come in to educate them to be like the backbone of everything that you are struggling with. 外形特殊，毕竟会引人注目。怎么样善用人们的注目，去推动社会观念的改变，一直是李次恩的中学老师陈爱杰所关心的。爱杰以次恩的人生为蓝本，即将出版一本儿童书。现在我是一名作家，我最想传达的东西就是，社会可能把你当成一个弱者，一个有需要的人，可是你自己呢，可以当做一个为别人说话、为保护别人的一个人。It's like it doesn't give good contrast to you. I think it will taller a bit 啦。很开心啦，也是很期待。觉得如果要改变世界，需要从小孩开始。We're gonna say hello. It's a friend. It's a friend. Hello. 爱杰采访过软骨发育不全症的患者，今天师生两人第一次跟邱家恒见面。家恒希望他和患者家庭接触的经验，
能使儿童书在呈现方面更显圆融。We need to reconsider what is normal by considering more facets of society. Yeah, so it's very valuable, whether it's photography, whether it's in the work that you do. It's already very meaningful that you're speaking up. 希望每个人都看待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人，能够做普通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特色，不一样的性格，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活得更开心。我希望别人会超越我的身高看我的本人。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好像跑马拉松，每个人都跑马拉松。如果我是走，我走完后会几点？可能是那些 organizer 都回家了。我当然知道我会是最后的，必然的。我的人生的信念就是 Life is short, so am I， 就好好的全心全意的度过我的人生。如果你在街上遇到我，可以跟我打招呼，不要做一个陌生人。